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上一期视频，我们在历史、人文、政治等方面，同时也在逻辑上分析了台湾的归属问题。没有看过上一期视频的强力推荐。这一期视频主要是针对网友对台湾问题的疑问，做一个逻辑方面的回答和补充。一定要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，这句话每个中国人都知道。我们上一期视频解答了这个问题。明朝末年，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，后来清军攻台，明郑灭亡，台湾才算真正属于中原王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自古以来就是300多年前左右。然后有人就在评论区说，三国时期吴国就派人到过宜州。首先，中国古人把很多地方都叫宜州，日本琉球也都称作东夷，到底去的是哪里无法证实。而且史书记载，最后将领水土不服，士兵染疫致死十有八九，回来了。另外，宜州的宜字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在古代，只要不是中国的地方，都叫做蛮夷之地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吴国人去过宜州，那也就是说古人都承认了那里不是中国的了。不是说我有意忽略这段历史，而是因为我们讲的是台湾的归属问题，不是讲台湾和大陆的交流历史，更不是讲中国人的旅游史。如果说中国人去过的地方就属于中国的，那全世界都是中国的了。我们说的是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管辖，就是清朝开始，这个是事实。还有的人反驳说某某朝代就开始移民，元朝大批移民澎湖列岛，设置澎湖司。拜托，有没有一点基础的逻辑啊？名字都不一样，怎么会是一个东西呢？澎湖列岛在大陆和台湾的中间，元朝设置澎湖司，又不是台湾司，就像中共、中国、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名字，那就不是相同的东西。如果说有中国移民的地方就是中国的，那整个东南亚都应该是中国的了，特别是新加坡更应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。人们为什么会移民？说白了不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吗？这里有个小粉红和五毛不愿意面对的事实，中国官员和有钱人都是把二奶子女移民到美国、澳洲。你见多少外国人抢着移民中国的吗？在古代更是这样，移民几乎就是难民。在古代都是活不下去的才移民，主要是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。你说如果风调雨顺、安居乐业的时候，你跟家里人说我们移民吧，我觉得在大海的对岸有个美丽的小岛，我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台湾岛。我们划个小船，几个月就到了。人家怕是会骂你神经病吧？其实中国在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，追溯到了几百万年以前。那个时候台湾和大陆是连在一起的，后来台湾海峡的陆地沉了下去，台湾才变成了一个岛。而且还有各种学术研究的文献，从地质学、古生物学等等方面找到证据。我看到这些的时候真的是忍住了3秒没有笑出来，最后还是忍不住。需要花那么多精力找那么多证据吗？按照大陆漂移学说，只要往上追溯某些万年或者某些亿年前，整个世界都是在同一个大陆板块上面的，难不成整个世界都是中国的？中国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，几百万年前还没有中国这个概念，人还是猿猴呢。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中国人教版初中地理8年级下册一个单元4课时的官方课件，单元名字叫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。他们不是不信神的吗？神圣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其他省没有这么特别？难道说其他省不神圣吗？先不管它，我们来看第一页，直接上来就把台湾和中国的关系追溯到了远古时代，厉害了我的国。接着讲历史，明朝开始称台湾，之前都是宜州，这和我们的说法一致，宜州也就是承认了不是中国的。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，这个收复的说法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也讲清楚了。台湾在这之前不属于郑家，也不属于明朝，何来收复的说法？然后1945年抗战胜利回归祖国。那问题来了，祖国不是49年诞生的吗？那45年回归的是什么祖国？所以这里的祖国肯定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而是指中华民国。所以说呀，我们中国人
中国历史都是承认了，中华民国才是祖国呀。即便是这样，他们又反对了，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但是政权更替，现在的台湾应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继承。这个问题其实在上一期视频也讲清楚了，就像郑氏家族统治台湾一样，清朝可以说大明被我灭掉了，那台湾就是我的了吗？可那时候台湾还是用明朝的年号，那明朝就没有灭亡啊。现在的台湾还是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年号，用民国纪年，今年是民国109年。中国人讲究什么？中国人讲究斩草除根，中华民国还存在，这个是事实。所以哪来的继承，哪来的更替？这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，其实他自己也说了，清军攻台，台湾投降了，实现了政权更替。现在中国没有攻台，台湾也没有投降，怎么实现的政权更替呢？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。我们第一期视频讲得很清楚了，只是这些人乱改定义，本末倒置而已。台湾没有归属问题，而是大陆有归属问题。这两条评论在本质上的意义是一致的。大陆从中华民国独立，大陆才是搞分裂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思考一下分裂背后的逻辑。什么是分裂？分裂就是从原来的整体分出去，也就是在逻辑上讲，分裂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，后来的那个是分裂的那一个。中华民国1911年建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，所以说中华民国搞分裂是不符合逻辑的。即便是到了这里，还是会有人提出反驳。好，我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我也承认不是政权更替，现在还有中华民国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，中华民国是非法政府，是伪政府，那自然你是伪政权，你的就是我的了。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到了中共合法性的问题，也同时涉及到了国际上的一个中国的原则。执政合法性这个词，我们也经常在 YouTube 上面听到有人讲，但是却很少有人分析到底什么是一个政府的执政合法性。这个概念很重要，我们会在下一期视频专门讲一下。同时我们还会在下一个视频里面深度讨论国际上最尖锐的问题之一，一个中国原则。大陆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是有误区的，我们会详细指正，请大家敬请收看下一期的视频。我们视频讲逻辑和事实。我们说台湾从清朝才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管辖，我们说台湾属于中华民国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这些都是事实，不是观点。只有尊重事实，才会有正确的价值观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支持台独，我只是在传播事实和真相而已。所以一些五毛乱给我扣帽子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鼓励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，每个人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。我们讲事实逻辑，不会强加我们的价值观给观众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 Klaus，我们下次再见。